家好，小米欢迎大家访问频道百米清水。亲爱的观众，收听今天的分享。与人相处，无论关系多好，聪明的人不会开以下几种玩笑。语言有时就像是一块磁铁，能让两个人彼此相吸，而刺耳的语言则会重伤他人，让人与人之间产生隔阂。人与人沟通时，有一些玩笑话能缓和气氛，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。开玩笑是一种试探，也是一种调剂气氛的方式。曾国藩说，说话如水，做事如山。开玩笑就像是调味剂，可以让平淡的气氛变得活跃起来。但如果失去了分寸，玩笑就变了味道。失去分寸感的玩笑话会让人心生反感，甚至令人恼羞成怒，破坏掉良好的人际关系。与人相处，无论关系多好，聪明的人不会开这三种玩笑。不拿朋友的缺点开玩笑，伤尊严。与人沟通时，说话时需要一份考量，开一些闲淡适宜的玩笑，否则过分的玩笑话就像做菜一般，放得太辣，对于一些口味清淡的朋友而言，会认为你并没有尊重他。与人相处时，无论关系多好，开玩笑的尺度太大，会对他人造成伤害。比如故意揭人家的伤疤，当成衬托自己的绿叶的玩笑话，本质上打压他人的氛围，会比调侃的氛围更浓烈。在开玩笑时，拿身边朋友的缺点和短板开玩笑，会伤及他人的自尊心。每个人都对自己的缺点和短板十分在意，如若过分的开玩笑，则会让他人觉得你可能瞧不起他。无论关系是亲近还是疏远，在与他人开玩笑时，一定要避开他人的短板，因为一个人的短板就是一个人的痛点。开玩笑时，如果失去了分寸感，也会没有办法让人接受，就算是再好的关系，也会渐渐疏远。任何时候不与异性开越界的玩笑。与人相处，无论关系多好，聪明的人不会与异性开越界的玩笑。一代宗师中说，对于不恰当时候的人，该克制的，一生不越雷池。聪明人知道感情中暧昧是最危险的，不该越界的时候，一定要把持住自己的原则和底线。水浒传中，武松与大嫂潘金莲在一起吃饭，大嫂借着酒意试探他，故意开玩笑，拿起自己的酒杯，让武松去喝里面的酒。而武松立刻起身，义正言辞地拒绝他，表示这样并不妥。即便是没人看见，也不想再与潘金莲单独相处。两个人的身份并不适合开这些暧昧的玩笑。异性之间相处，永远不要拿感情开玩笑，因为越界的玩笑往往容易引起误会。如果仅仅是朋友的关系，更是不能随意开越界的玩笑。一方说的是玩笑话，如若另一方却当了真，那么两个人都会很容易陷入情感的风波。无论关系多好，不拿隐私开玩笑。池莉说，靠谱，说起来简单，落下去复杂，听起来像感觉，做起来是原则。真正想经营好一段感情，就要学会守口，不拿隐私开玩笑，有原则才会获得他人的信任。人与人之间交往，只有彼此非常信任，才会愿意分享隐私。但是分享隐私的人，也会希望倾听者能做一个保守秘密的人。有的人会因为友情的变质，而将曾经的隐私公之于众，不但伤人，而且伤己。真正聪明的人，无论关系如何，都不会拿别人的隐私开玩笑。将别人的隐私拿出来开玩笑，很容易把朋友置于尴尬的境地。懂得尊重他人，保守秘密，才是有修养的体现。将他人隐私公之于众时，其实早已丢失了他人眼中的信任感。
朋友愿意把私密的事情告知，是一种信任。如果轻易地讲给外人听，信誉不佳的名声就会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渐渐没有人愿意与他交换真心。与人相处时，需要认真经营好人际关系。开玩笑也是有技巧的，无论关系多好，都需要在保护他人的尊严、适合自己身份的情况下，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。可以用自嘲的玩笑话来活跃气氛，但不能藏有私心，不顾及他人的感受，一味吐槽他人。与异性之间更是要发之于情，止乎于理，让朋友与你相处的时候能够感受到轻松的氛围，能够露出发自真心的笑容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破坏了平衡，也会引来山洪，将曾经苦心经营的感情变得形同陌路。有分寸的开玩笑，才能展示出一个人顶级的魅力。